大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看一下最新的 iOS 14.5有哪一些更新，包含大家非常期待的戴着口罩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你的 iPhone。经过了上礼拜的春季发表会之后呢，我们终于迎来了最新一个 iOS 的更新。那这次的更新呢，包含了很多功能，像是支援最新的 AirTag 啊，或者是 Apple TV。另外呢，也会新增一些 emoji，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戴着口罩解锁你的 iPhone。那现在呢，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新功能吧。第一个就是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你的 iPhone。那要使用这个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的 iPhone 必须要更新到最新的 iOS 14.5，然后你的 Apple Watch 要更新到 watchOS 7.4。那更新的方式呢，就是分别到你手机的设定这个 App， 还有 Watch 这个 App 里面的一般，然后软体更新，这样就可以更新了。不过现在呢，正式版还不太确定会在什么时候公布。总之呢，就是在这2天的其中一个时间点，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注意一下哦。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 iPhone 必须要是 Face ID 的机种。Touch ID 是不行的。最后呢，就是你的手机还有 Apple Watch 都不能开启飞行模式，你的 WiFi 啊、行动网络或者是蓝牙都必须要打开。确认完这些条件没有问题之后呢，首先把你的 Apple Watch 戴在手上，接着呢去找到你 iPhone 上面 Watch 这个 App， 打开，然后里面去找到密码，在这边有一个密码，接着呢按一下开启密码。然后这边呢，它就要求我们在 Apple Watch 上面输入密码。现在呢，我们就来设定一下。输入完密码之后，确认一下你手机上面的简易密码跟手腕侦测都是打开的。那现在呢，我们去找到设定这个 App， 设定打开之后，去找到 Face ID 与密码，在这边。然后这边要输入密码，接着呢往下滑，然后找到这边有一个透过 Apple Watch 解锁，然后把它打开。然后这边就有写一大串字，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如果你的 Apple Watch 在附近，而且已经解锁的话，任何戴着口罩的人拿到你的 iPhone 都是可以解锁的。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要先设定 Apple Watch 的密码，因为接下来呢，你只要戴上 Apple Watch 都必须要输入刚才设定的密码才能使用，并且解锁你的 iPhone。那现在呢，我们就按一下这个开启。那它设定的过程其实需要等一下，因为我看它一直在转。好，那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来试看看吧。那它解锁的时候就会发出刚才那个声音，然后有震动。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它出现那个画面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它解锁的话，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锁定 iPhone。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这样不是很危险吗？因为只要 Apple Watch 在附近就可以解锁你的 iPhone。但是前提就是那个人必须要知道你 Apple Watch 的密码，才可以使用它，并且解锁你的 iPhone。所以这样子安全性应该还算高吧。那下一个我们要介绍 iOS 14.5的新功能就是 Siri。除了新增2种美国口音之外呢，以后叫 Siri 播放音乐都可以使用第三方的音乐播放软体，像是 Spotify 咯。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增的2种口音听起来如何吧。首先呢，要到设定里面的 Siri 与搜寻里面呢，我现在是设定在美国的声音。那据说声音2跟声音3是最新的声音，我们来试看看。Hi, I'm Siri.Choose the voice you'd like me to use. 我觉得这个声音比原本的 Siri 还要更活泼一点。 Hi, I'm Siri. Choose the voice you'd like me to use. 那大家可能会发现 Siri 讲话越来越像真人了，那是因为他们引进了最新的科技，可以让它模仿真人的抑扬顿挫。那我测试大概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想要把 Siri 的声音改掉的话，就可以来这边把它改掉哟。然后接下来呢，第3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就是使用 Siri 播放第三方的音乐软体，像是 Spotify。现在呢，你只要叫 Siri 播放音乐，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列表，它就不会只用 Apple Music 播放音乐了。另外呢，我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有人可以让 Siri 直接播放 Spotify。只要在选单当中选择 Spotify 或 KKBOX， 或者是之后经常叫 Siri 使用特定软体播放音乐的话，它就会自动变成预设的播放程式咯。那大家更新到 iOS 14.5之后呢，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试看看咯。 Which app do you want to listen to? 再来要跟大家介绍第4个 iOS 14.5的最新功能，就是 emoji。大家可以看到表情包里面有一些新的符号。我来找找，大家可以看到呢，最新的 emoji 里面有这种什么晕眩的符号啊，超可爱的。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叹气的，然后还有心脏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火烧心的符号。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现在这个恋爱符号啊，可以选人种了，就是你长按这个，然后里面就可以去配对。例如说，我想要这样子配。那使用的方式呢，就是你先按其中一个肤色，这样子左边先变了，对不对？然后等5秒钟之后，你再去按下一个肤色，这样子右边就会跟着一起变了。那如果你按太近的话，它就会在同一边。完成。iOS 14.5也开始支援这一次春季发表会最新的产品 AirTag。首先呢，去打开你寻找这个 App， 打开之后呢，下面按一下这个物品，这边呢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加入物品，这边就可以加入 AirTag 了。此外呢，如果你是捡到一个带有 AirTag 的物品的话，你也可以辨识这个东西。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捡到的这个 AirTag 上面留有怎样的讯息。之后呢，如果你有使用 AirTag 的话，你就可以在寻找里面去寻找你的钱包啊，或者是钥匙之类的。接着呢，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就是 iPhone 11限定的校正你的电池健康度。首先呢，先打开你设定这个 App， 然后去找到你的电池。下一个呢，点进你的电池健康度，然后下面就会出现一个重要电池讯息，然后里面就会说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评估你的电池健康度。那这个校正的过程可能会需要几周的时间，那最后结果就是你的电池健康度可能会有所修正，或者是他可能会建议你去授权维修中心免费换电池。所以如果你是拿 iPhone 11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电池健康度里面的讯息。另外呢，这次 iOS 4.5也开始支援 5G 的双卡双待了，就是你的 iPhone 可以同时接收2张 SIM 卡的讯息。此外呢，它也同时修正了 iPhone 12绿萤幕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更新到 iOS 4.5试看看哦。其实我自己呢，我已经把我的 iPhone 更新到 iOS 14.6的 Beta 版了，因为大家说这个版本好像非常省电，然后速度又特别快，所以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iOS 4.6哦。那有任何重大消息或者是更新呢，我也会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先让我戴一下口罩。